我是雅狗消息。今天我们来外拍。那我们现在位在于那个新竹大鲁阁，这边有一个上坡，蛮陡的。那今天我们要干嘛？我们今天要测试2台车，一台是 T20 Plus。因为我现在现场没有黑的，我就这个铁灰色的，我们用铁灰色的，性能是一样。然后还有一台 5.0 Microblast 5.0，这2台我们来测试一下它上坡的性能。然后我们这个坡度呢，我们现在标高是27公尺，27嘛对，终点站的话标高是58公尺，58，短短的而已。对，所以台升的高度是58减27，是31，对，31。然后水平移动距离的话是移动335公尺，335公尺。对，算下来换算坡度就是9.25%。9.25%嘛，9.25%对一般道路来讲应该算蛮陡的咯。一般来讲蛮陡的。那我们现在先试 T20 Plus， 它像 T20 Plus 的话，它就是1到5档。1到5档，基本上我们要上坡的话，应该是基本上都打到5档来去上坡啦。都是5档。等一下实测看看。等一下实测看看，我们也可以用1档试一下。或是不要开电。好，那这个比较特别一点我要开机给你们看一下。他们也是有1到5档，但是它多了一个，这个是节能模式。看这边节能模式，然后我们长压加，它就切到一般模式。再切到红色的，运动模式 ，OK， 好，它这个就是有三个模式。好，我们现在先试 T20，然后我们测试一下这个最陡的这个坡段。刚才那边前面比较缓坡，但是这边的很陡，这边很陡。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T20的那个上坡，那我们直接用5档来测。准备，出发 ，Go！ 这有陡这个上坡14、15，我们只要用油门测试就好了。我们斜坡起步大概16啦，但是我刚才是从缓坡起步的话，可以时速到18左右。这边17，时速17、18。那我是用我体重75公斤来去换算。下坡我们就不用测了。OK， 基本上5档可以啊。要用3档吗？还是用1档？先用3档。3档好，3档。其实我觉得这1、2、3档是差在尾数啦，起步应该差不了多少。我们试一下3档。那我忘记跟你们讲这个电机是750瓦的电机。现在3档一样，时速大概15、16。上坡一样15、16，但是我们是用从斜坡直接起步啦。时速一样，时速15、16。那这台车最快时速到45，最快时速到45。然后我们用1档好来1档起步，1档1档1档不行啊，1档不行啊，1档时速大概3左右，好。放弃，好，1档可以，那干嘛要5档，对不对？干嘛要做到5档？好，我来跟你讲跟大家讲，为什么变速很重要？遇到上坡上不去的时候，这个变速器就很重要。如果这踩不上去，我们就要如果吹油吹不上去，就要用脚踩到1、2、3档来去做上坡动作。变速器转3或4，然后脚踩1档，看这样可不可以就上去了？好。我们这吹油都上不去了，还脚踩。等一下，3档、2档、1档，看起来没什么用啊。不行，时速油比较快一点到5，然后我们切到2档，
2档哦，2档脚踩可以啊。这个变速器的话，我们切到1，然后脚踩2档，时速大概8、9。那我们切到3档，时速有再上去了。变速器我们切到2档，所以这个上坡还是很轻松啊。然后，那我们刚才试完变速器大概切到，我都是切到1档，然后1档的话，大概1档电动的1档。大概时速只有3、4而已，到5左右了。脚踩的话，时速到5左右。2档，对，2档的话到9，电动的2档到9，然后电动的3档时速一样可以到16。踩起来会很累吗？不会，其实很轻松，因为你脚踩其实很轻松，因为我这边切1档，我慢慢踩，速度一样带得上去。其实上坡它一样这样子做的话，它会很省电。那我这个变速器，我刚才就讲嘛，全部都是用在1档，我只有变换这个电动的档位，电动档位去做1、2、3、4、5的切换。那电动辅助不打开的话，用变速器1档，这样可以时速多少？纯脚踩吗？对，纯脚踩上不去吧？这轮胎阻力这么大，你也不可能纯脚踩，一般都会牵车上去啊。那像兰克雷斯他们就会有一个牵车辅助，车骑不上去就用那个牵车辅助带上去。OK， 你看这边是真的很陡哦，这推车都要比较大力。你看这车放掉，它就整个往后滑。整个往后滑了，它很陡啊，有没有？这边是真的很陡，但它也是一般道路了。好了，我们来试另外一台了。然后我们先来测试这一台它一样有1到5档的电动变速，然后脚踩的电辅也有，但是它多了节能模式、一般模式跟运动模式。我们先用5档试这台，好。然后也是用纯电方式去试，这样吹这边就比较斜了时速在16、19、20、19、18、17。好，我们现在用节能模式的5档，好，起步 ，Go。稍微带一下，节能模式5档，时速大概9、8、7，上不去，这个太弱了，这节能模式的不行，所以还是要用运动模式的5档去爬坡，好陡这影片不知道看起来会不会很陡啦，但是我们实际上脚踏车，因为以前我们住这边以前我们上去的时候都要骑脚踏车都要用牵的，以前学生的时候他们这个坡都要用牵的，一般是骑不上去的。那我们现在要试脚踩，那既然电辅的不能上去，我们一样就切到运动模式，然后我们用脚踩的电辅方式去试看看。好了。够哦，电辅我们就切到脚踩，切到1档，一样切到1档。好，运动模式可以上啦，但是脚踩的话比较省电嘛，时速是大概12、13左右。这样看起来好像 T20的1到5档，它就等于是它的运动模式。但是这台 Microblast 的5档呢，起步会比 T20 快起步会比较快。但是尾速的部分的话，我觉得是一般是一样的。尾速的基本一样的。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其实这2台车对比其实有点不公平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20×4的，那是20×5，它其实阻力会比较大一点点，对大家来讲有点不公平。但是马达其实是一样大颗的，所以但是呢，很特别的是它的运动档的5档，运动档的电辅的5档，
起步会比它快。如果以平路来讲的话，起步会比它快。那上坡的部分呢，其实两台比起来是差不多，因为这个在15、16啊，那个在14、15左右。好，但是它就是比较吃亏，因为轮胎的阻力稍微比较大一点点。电辅的部分的话，其实两台都一样，轻轻松松都可以用5档，然后踩上去。但是如果它是切到节能模式的5档，不够力，不够力，哎，电带不出来。它为了节能，所以它的输出的电压，例如说我们运动模式可能一次输出到5伏的电压，它可能给你输出2伏的电压，为了省电。好，所以它会比较为了省电，所以它动力是带不出来的。好，所以它上坡一定要切到运动档。那这台呢，它就很简单，就是1到5档。好，那5档上得去，1档我们刚才试过1档嘛。有。好，1档其实也不太能上得去。对。好，1档也不太能上得去。好，那我今天大概就是总结这样子的部分。这个坡是真的很陡。好。有机会你们可以来试看看，像我们如果说一般市区的地下道啊，就是停车场出来那个大概都是6%、7%左右，好坡度。那我们刚才今天是试的是9%，好，所以而且这9%是长上坡，所以这2台车目前测试的话都是能上得去，只是看你们怎么去做切换，还有你的体重也会影响到你的上坡的动力。那我是用体重75公斤去测试嘛，然后如果体重比较重的，我就会建议你买更大的车。如果要去做上坡的话，可能要买到更大台的车比较适合你。你来店里面我们会给你建议。那如果你没有要上坡的需求，好，那就无所谓。好，那地下道上坡，那可能就是体重比较重，可能就稍微脚踩用力一点，脚踩用力一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讲解就到这边，谢谢啊。